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朝哥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美味的冬瓜肉丸子汤的家常做法。如果按照我这个方法做出来的冬瓜肉丸子汤，肉质鲜嫩，汤甜入味，是特别适合秋天喝的一道汤。怎么样做才能做出饭店的味道呢？其实它是也有技巧的。今天我就把详细做法分享给大家，让大家也能做出饭店的味道。下面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我的制作方法吧。首先我们要准备一块前腿肉，然后把肉皮给它切掉不要。切掉以后把肥肉和瘦肉给它分开，把肥肉给它切成薄片，要切薄一点，不要切得太厚了。然后再改刀把它切成肉末，肉末要切细一点。肥肉也是一样，我们也要把它切成薄片。全部切好以后，我们要把它剁成肉末，要剁细一点。切得越碎，做出来的肉丸子更加的有弹性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剁细一点，才特别的好吃。肉末全部剁好以后，装入碗中备用。接下来在里面打入一个鸡蛋，加入一点点玉米淀粉，一小勺食用盐，一勺胡椒粉，然后下手给它抓拌一下，抓拌均匀。我们要把鸡蛋和所有的调料搅拌均匀，所以我们这里要多抓拌一会，多搅拌一会，让肉末更加的上劲，所以要不停的给它搅拌均匀。然后我们一定要把肉末给它敲打，要把肉末敲打上劲，这样做出来的肉丸子才非常的有弹性。这一步是非常的重要的。为什么好多人做的肉丸子放到锅里就会散掉？其实它是没有搅拌均匀，而且要摔打上劲就差不多了。搅拌均匀以后，我们像这样子，用手的虎口捏一下，像乒乓球大小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准备一个冬瓜，秋天也是冬瓜上市的季节，我们把冬瓜的外皮给它切掉不要，而且冬瓜的水分比较足，秋天的天气比较干燥，所以我们要多吃点冬瓜，对我们的身体也是非常的不错的。把冬瓜的外皮像这样子全部切掉以后，然后把冬瓜切成大块，切好以后把冬瓜的瓜瓤给它切掉不要，因为它比较容易出水。然后再改刀把冬瓜切成小块，也不需要切得太小，要把它切成我们视频中那样就可以了。如果切得太小也不好吃。冬瓜全部切好以后，装入碗中备用。接下来我们要切点姜，给它切成薄片，再准备点大葱，也把它切成薄片。全部切好以后，装入碗中备用。有条件的再切一把香菜，把香菜也切成小段。香菜切好以后，装入碗中备用。接下来起锅加入一块猪油，我们把猪油炒至融化，然后把葱姜全部放到锅里面给它翻炒一下，炒香以后再把冬瓜加进来，我们要提前把冬瓜给它煸炒一下，把冬瓜的水分给它炒干，所以我们这里一定要多炒一会儿，一定要把冬瓜给它炒熟，而且用猪油炒出来的冬瓜也特别的香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你都看到这里啦，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就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鼓励。倒入清水之后，把水烧开以后，再把冬瓜给它煮个2到3分钟左右。3分钟过后，把葱姜给它挑出来不要了，
里面已经非常的入味了。挑出来以后，我们再给它煮一煮，大概煮个2分钟左右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取一坨肉馅，把它放到手掌心的虎口，捏成像乒乓球大小，用勺子将它取出来，把肉丸子放到冬瓜里面，将它一个一个的放进来。放进来的时候，我们要贴着水面，这样做出来的肉丸子非常的鲜嫩，也非常的 Q 弹，而吃起来的味道也非常的十足哦。主要是这样做出来的营养也是非常的丰富的。我相信好多朋友做肉丸子的时候放到锅里容易散掉，其实你在搅拌的时候肯定是没有搅拌到均匀。全部放进来以后，我们用铲子将它慢慢的铲动一下，让它在锅里面受热更加的均匀一些。肉丸子在锅里煮的时候大概是5到6分钟左右，也不需要煮得太久，因为它比较容易熟。煮熟以后再加入一点调料，加入一点生抽、白糖、鸡精和食用盐，其他的调料就不要放了。如果调料放的太多就不好喝了。我们再一次给它搅拌一下，搅拌均匀以后，再撒上一点枸杞，然后我们把香菜叶也加进来，再一次给它搅拌一下，搅拌均匀。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！这样做出来的肉丸子冬瓜汤真的是非常的美味。出锅以后，直接把它装到一个大鼎的碗中，就可以开喝了。一道鲜嫩又好喝的冬瓜肉丸子汤，我们就这样做好了。这样做出来的肉丸子非常的鲜嫩，吃起来的口感也非常的清甜。肉丸子汤像我这样做出来，比饭店里面做的还要入味好吃。按照我这个方法做出来非常的简单，就算是你没有下过厨房的小白都能轻松的掌握。好多人做冬瓜肉丸子汤的时候都是直接下锅煮，其实那样的方法是错误的。直接煮的话，煮出来的肉丸子汤也比较柴。如果按照我这个方法做出来以后，你再也不用去饭店里面吃了，自己在家做的干净又卫生，也没有添加太多的调料，就这么一道清甜又好喝的冬瓜肉丸子汤。像这种做法非常适合家庭版做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大家都喜欢这个做法，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